关节不对话，骨质不疏松，欢迎收看骨骼关节健康讲座。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今天我们又要来推荐一本好书，就是这一本30+ 增肌训练。那这一本书呢，是由一位物理治疗师郭晓韵，还有职能治疗师曾品嘉两位专家的联合著作。这本书适合运动新手来阅读。如果呢，你以前都没有运动的习惯，因为你的健康可能出现问题啦，可能年纪大，代谢变差了啊，不容易瘦啊，或者是你的医生叫你要运动，你的家人叫你要运动，或者是你在心里面想要运动很久了，却不知道要怎么开始，那你就可以从这一本书开始入手。这本书就是运动新手的完全攻略。第一个章节呢，它是讲说运动对人身体的好处，那其中包含当然是除了增肌减脂之外，对于糖尿病的控制啊，对于血脂肪的控制啊，对于血压的控制啊，也都有各种不同的好处。那当然对于我的专长骨科，它可以延缓关节退化，预防骨质疏松。那第二章呢，它就是讲说有一些运动的迷思是你没有接触运动之前你很难去了解的，包括说流汗越多是不是就可以瘦越多啊？运动的时候要怎么样补充水分啊？如果女生来重训会不会练成金刚芭比？或者是说停止运动的话，你的肌肉就会变成肥肉吗？这些迷思呢，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跟你讲解。那第3章呢，它就介绍各种不同的运动种类。你如果要入门运动，到底要从什么开始呢？那再来下面第4章呢，它就会告诉你有65种动作可以训练你的上肢啊、核心啊，还有下肢的肌肉。而且你的运动计划要怎么安排，这本书上也都有讲。那我今天想要特别提的呢，就是这本书上它有讲坚持到底的5个心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要养成运动习惯的话，你可以用呼朋引伴法。一个人会容易放弃，会容易累，可以叫有运动习惯的朋友带着你，或者是说没有运动习惯的朋友组成一队，互相激励。那第2个方法呢，就是寻求趣味法。那运动有时候是很枯燥，但是其实乐趣是可以自己创造，可以用一些游戏化的方式啊，例如说运动多少啊，就有什么样子的奖励啊，然后这个就会形成一个心理的回馈机制，让运动更有趣一点。那第3个方法呢，书上面建议的就是思想单纯法。每次你在发懒的时候，总是心里面会有一些想法，想说啊，今天工作很累了啊，不想要去运动了啊，天气不是很好啊，今天空气品质不好啊。那其实呢，你就什么都不要想，就是想说我今天就是该运动了，我今天就是该运动了。这个就是思想单纯法。好，那书上讲的第4个方法呢，就是固定时间法。这个也是我现在在用的方法。例如每个礼拜2、礼拜4的晚上8点，你比较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你就把这2个时间定成是固定运动的时间。那无论是什么其他的杂事过来，就尽量都排开。就这2个时间，你就固定去做运动，这样子也比较可以规律的去规划运动的计划。那第5个方法呢，书上讲的就是镜子洗脑法。那这个可能对有一些人有效，对有些人没有效。那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替自己加油。戴大为，你一定可以的。戴大为，你今天要运动哦。那当然，你是要讲你的名字，你不能讲我的名字吧？就是这种自我鼓励的方式呢，来增强自己的信心。原本你可能没有信心说可以像那些运动选手或固定运动的朋友那样子持续，但是经过这样子的自我激励，应该就是可以让运动变成一个习惯。那这个就是这本书大致上的内容，推荐给运动新手。如果你还没有运动习惯，想要开始往运动的方向迈进的话，非常推荐你这一本30+ 增肌训练。最后我要分享书里面的一句话：成为运动新手只需要1%的准备，所以做就对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按赞、留言、分享，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